氏一族即日起流放东海。那可是有去无回的荒岛啊！我不要去荒岛！我靠，东海荒岛，这哪里是流放？这简直就是去旅游啊！老子上一世在海边长大的，那里物产丰富，而且我还是个高材生，掌握现代科技，这真是天助我也！景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哟，都被流放了，刘大公子竟然还能笑得出来！来人啊，把他们给我押下去，立刻送走！这荒岛十分凶险，我等返回交差，你们自生自灭吧！水，没有水，这岛上找遍了，连一条小溪都没有。景帝，你干什么？让我喝，我快渴死了！喝了这口海水，你会死得更快。景儿，这水到底为什么不能喝呀？你总得给个理由吧。海水里含有大量的盐分和复杂的矿物质，不仅不能解口，还会导致人体细胞严重脱水。你喝下去的不是救命水，而是催命符。那怎么办？往林子深处走，那是野人的地盘，不进去，我们在海滩上只能被活活渴死。放心，有我在，我不会让你们渴死的。我现在就做出淡水给你们喝。大哥，你带人去海滩那边，挖最细的海沙，捡一些小碎石头回来。嫂子，你去把昨天篝火堆里烧剩下的木炭全部收集起来，砸成小块，动作要快。大伯，你带几个人去那边的竹林里砍几根最粗的竹子回来。接下来我就要用这些工具做出淡水给大家喝。快，都按景说的做！接下来看我操作。看好了，最底层铺上一层干净的细沙，这叫初级过滤。中间这一层铺上杂碎的木炭，木炭内部有无数微小的孔洞，不仅能吸附水里的毒素、杂质，还能去除异味。最上层铺上这些碎石，用来阻挡大块的泥沙和树叶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这水真的变清了。大伯，你们尝尝。是淡水，真的是淡水，而且还是甜的。景帝，你这是使了什么仙法？泥水竟然变成了甘泉！我们有救了，我们刘家有救了！朝廷不要我们，我们自己活。他们以为这是绝地，那我就在这绝地之上，造一座比大钱还要繁华的城寨。这声音好像是岛上那些嗜血的原始野人，他们发现我们了。这里是巨石部落的领地，你们是入侵者，交出你们刚才喝的那种没有毒的水，不然就把你们抓回部落。来得正好，正愁没人给我当免费劳动力呢，这就送上门来了。野人，真的是野人！景帝，他们手里有石斧，我们只有50个老弱病残，打不过呀！水可以给你们，但我想知道，在这座连淡水都稀缺的荒岛上，你们巨石部落凭什么称王？凭力量！在这座岛上没有力量，连海里的鱼都抓不到。巨石部落的勇士力大无穷，你们这些瘦弱的外来人只能服从。首领，如果我能在力量上赢过你们部落最强的勇士，巨石部落以后就得听我调遣。如果我输了，这神奇的净水之法我双手奉上，
我们全族给你们干活，敢不敢赌？瘦弱的外来人，你要挑战我？好，那边有一块海神石，重达1000斤，部落里除了我，没人能撼动它分毫。你若能把它举起来，巨石部落就认你做首领。起！走脸无敌，走脸无敌！该你了，外来人。完了，这石头少说有800斤重，10个壮汉也抬不起来呀！景儿，咱们还是认输吧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堂兄，把我刚才让你找的结实藤蔓拿过来，还有刚才做滤水器剩下的竹竿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不搬石头，弄这些藤蔓做什么？只有没开化的原始人才会用蛮力去搬石头。今天，我就给你们上一堂基础物理课。外来人在做什么？这海神石是不可能被树藤拉起来的。搞定了，这叫滑轮组。在物理学中，动滑轮可以省1半的力气。我加了3组滑轮，也就是说，这1000斤重的石头，我现在只需要用不到200斤的力气就能拉动。哼，装神弄鬼！看好了，起，起！景儿单手把1000斤巨石拉到了半空中。这是什么力量？没有肌肉，没有神明附体，用一根破树绳拉起了海神石。怎么样，服了吗？巨石部落，愿赌服输。您拥比海神更可怕的智慧。从今天起，您就是我们的大首领。把我们的神圣推车推出来，给大首领送食物。1、2，退！这蛮人果然未开化，轮子居然是方的。大首领，看，这是我们部落最伟大的发明。你们平时就是这么运东西的？对，虽然需要10个最强壮的勇士才能推动，但整体来说十分方便。大首领，使不得，破坏形状会触怒神明的。又重又笨，也能叫方便？触怒神明！我今天就是要告诉你们，我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神！改造完毕，大哥，你来推推试试。我，兄弟，这车装满了东西，10个土著兄弟都推得那么费劲，我一个人怎么推得动？没想到这位兄弟也如此神力，一根手指头就推走了。这又是什么神仙法术？从今天起，这座岛不再有什么神明，我会带领你们走向更高的文明，效率至上的文明。去把所有方形轮子全都给我削成圆的！大首领智慧如海，我等听您的，全都削成圆的。景儿啊，我活了大半辈子，今天算是开了眼了。咱们不仅没死，还收编了这岛上的部落，我刘家真的有救了。大伯，这才哪儿到哪儿？我说过，我要建一座比大钱还要强大的城寨。阿骨达，除了咱们部落，岛上还有其他部落吗？有，往北走，还有黑水部落和飞羽部落，他们比我们人多，岛上能吃的食物有限。大家经常为了抢海边的一点鱼虾打个你死我活。景帝，咱们现在人多了，食物成了大问题，那些野果撑不了几天。这岛上的土太差了，咱们带过来的种子根本种不出啊！地里种不出东西，那是因为岛上的土壤缺少磷和氮这2种物质。缺什么？看到那座海鸟聚集的悬崖了吗？明天
带上所有修好圆轮的推车，跟我去刮鸟粪。我要让这片荒岛进入现代化的农耕文明。景帝，你大清早让我们推着这些车，跑了10几里地，就是为了来运这些鸟粪。这东西腥臭难闻，能当饭吃还是能当兵器用啊？大首领，不是我们不信您，这鸟粪崖在我们岛上几百年了，平时大家嫌脏，连靠近都不愿意靠近。这东西真的能解决咱们的食物危机吗？这岛上常年暴雨，土壤里最核心的养分早就被雨水冲刷干净了，而这些海鸟在这里繁衍万年，它们的排泄物经过日晒雨淋风化分解，已经变成了极其罕见的天然高浓度磷酸盐矿。景帝，你说的这磷啊、盐啊的，到底有什么用？简单来说，传统种地看天吃饭，1亩地能收1车粮食就是谢天谢地。但如今，只要把这天然磷肥撒进地里，就能彻底激活这片土地的生命力，庄稼的产量瞬间翻上5倍，甚至10倍。5倍、10倍。大首领，您是说，有了这东西，我们以后再也不用为了抢树皮和死鱼去打仗了？何止是不打仗，我要让你们顿顿吃香喷喷的白米和红薯。阿骨达，带人给我装车，把所有的原型木车全部装满，1块结晶都不要留下。景儿，地虽然翻好了，你那些鲜肥也埋进去了，可这些种子是咱们流放路上好不容易省下来的，大多都受了潮。大伯，种子受潮不怕，我已经用木炭过滤出的纯净温水进行了催芽。至于我为什么懂这么多，有机会我会跟你讲清楚的。停！都听我口令，种地不是乱挥锄头，一切都要讲究标准化。每一条垄沟宽度必须是2尺，2株作物之间间隔必须是1尺，这叫合理密植，保证每一株庄稼都能晒到充足的阳光，都能吸收到地底下的磷氮附小肥。别说，景帝这么一弄，这地看起来比咱们老家预测的良田还要整齐。这只是开始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在京城丰美的水田里都不一定能活，在这沙石地里，真的能行吗？长出来了！景帝大婆，你们快来看啊！长出来了！7天，仅仅7天啊！在京城，水稻发芽少说要10几天，这里的苗怎么长得这么快？神迹，这绝对是神迹！大首领把黑木炭和臭鸟粪埋进地里，地里就长出了仙草。都淡定点儿，基本操作而已。在这热带气候下，1年3收都不是问题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再也不用为粮食发愁了。谁？滚出来！是黑水部落的人，无土。你鬼鬼祟祟的带人偷看我们的先田做什么？想打仗吗？阿骨达，我们不是来打仗的，我们部落已经3天没找到吃的了，孩子都在啃树皮。我们闻到了你们这里有干净水的味道，还看到你们这里有这么多绿油油的仙草。尊贵的大首领，求求您给点吃的吧，我愿意用我们黑水部族所有的猎场和山头跟你们换。景儿，你看这……景帝，咱们自己的粮食也才刚种下去，虽然长得快，但现在收容他们，会不会是个负担？乌图首领，拿好你的武器。我刘景这里不接受交换。
更不需要奴隶。那您是要赶我们走吗？不，我是想给你们黑水部做一个选择，要么饿死，要么加入我的麾下，听从我的号令。看到这些庄稼了吗？只要你们加入，我会让你和你的族人生生世世再也不受饥饿之苦。你愿意吗？黑水部落上下200口，愿意追随大首领，永世效忠。很好，3个部落我已经收编了2个，剩下的飞羽部落应该也快按耐不住了吧？粮食危机解决了，人口突破到了300人，接下来原始的木器和石器该淘汰了。岛上的铁矿丰富，是时候建造第1座现代熔炉了。我的钢铁洪流即将诞生。景帝，这双动式风箱真绝了，推过去进气，拉过来还进气，风力比大前铁匠铺用的单向风箱足足大了1倍。不过咱们费了这么大劲，盖了这么大一个泥窑子，真能把石头变成铁？大哥，这不是普通的泥窑，这是现代冶金学的核心高炉，里面的温度最高可达2000多度。2000多度，大族长，那岂不是连石头都能烧成水？没错，就是要让铁矿石在高温下融化成铁水。有了铁水，我们就可以打造出各种形状的器具，强大程度足以颠覆这个时代。阿骨党、吴图，听我口令，开始封炉，1层木炭，1层铁矿石，交替中天。遵命，大首领。首领，巨石部落和黑水部落全疯了，他们竟然尊奉一个外来人为大首领。你看那个冒着黑烟的巨大怪物，里面还烧着熊熊烈火，这难道是某种邪恶的巫术？大长老，我觉得那不是什么巫术。巨石和黑水的人最近推的那种车子，轮子全部变成了圆形，运送货物的速度快得惊人。还有他们田里的那些仙草，这个外来人拥有超乎我们想象的智慧。首领，咱们部落也快撑不下去了。今年的风暴来得早，海里的鱼群都游走了，果子也摘光了，再没有食物，寨子里的孩子们熬不过这个月呀。实在不行，我们也去投奔这位大首领算了。我飞羽部落是丛林的骄傲，百步穿杨，怎能轻易向一个外来人低头？除非他能证明他的智慧比我手上这把猎弓更强大。走，过去看看，但别动手，看看他到底在玩什么把戏。景帝，温度够了，里面已经烧得发白了。好，全员退后，准备出炉。铁水，真的是铁水！天哪，老夫活了半辈子，在京城也见过工匠冶铁，可何曾见过如此如江河般奔涌的铁水呀！你真的是奇才，不，你是鲁班在世啊！别愣着，快把铁水引到炒钢池里，加大风门，往铁水里撒石灰石，给我用力搅拌。搅拌可以让铁水中的碳与空气中的氧结合，形成气体飘走，这样就能降低铁水中的含碳量。只要含碳量降到合适的程度，生铁就会变成韧性极强的钢。都别动！风鹰，你带人闯我们大首领的基地，你想找死吗？外来的大首领，我风鹰无意与你为敌，但我飞羽部落为了生存，需要食物和水源。我听说你智慧如海，今天我想领教一下。
你想怎么领教？这是我们飞羽部落世代相传的黑曜石神刃，无坚不摧，能轻易切断兽皮和硬木。如果你手里那个用火烧出来的铁器能挡住我这一刃，我飞羽部落300口甘愿臣服，奉你为主。金帝，黑曜石确实锋利异常，咱们这刚打出来的钢刀连磨都没磨，能行吗？黑曜石，说到底不过是天然的火山玻璃结晶，分子结构松散，硬度虽高，但却很脆。风鹰首领，不用你来砍我，把你的神刃放在那块生铁砧板上，我只出一刀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外来人的铁怎么断我的神刃。这怎么可能？大首领威武！大首领无敌！风鹰，现在知道什么叫力量了吗？你的石器时代结束了。飞羽部落心服口服，大首领的智慧超越神明。从今往后，飞羽部落300弓箭手任凭大首领差遣，如有背叛，万箭穿心。景儿，如今3个部落尽数归顺，咱们的总人口已经突破了600大关，农田在鲜肥的滋养下，过几天就能收割了。现在又有了高炉和钢铁，咱们刘家真的在这荒岛上扎下根了。大伯，人口多了，需要的资源就更多，而且咱们在岛上这么大的动静，瞒不了多久的。不好了！我的暗哨在东面海域发现有10几艘挂着骷髅黄旗的巨大战船，正借着夜色，气势汹汹地朝着我们的岛屿包围过来。挂着黄旗，难道是东海霸主黄胡子海盗团？他们有上千号穷凶极恶的歹徒，专门杀人越货，一定是冲着我们的干净水和粮食来的。这群畜生，他们手里的刀剑都是从大前官兵那里抢来的精铁武器。咱们现在的钢刀还没大规模装备，人数也处于劣势，这可怎么办？海盗来得正好，我的高炉刚出了最好的钢材，火药也已经配置完成。黄胡子，你以为你面对的是一群流放的犯人和原始人吗？时代变了，老子要在沙滩上把你们全团超度！金帝，你打造的这些指头大小的空心铁管，里面还塞了黑面面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这可不是普通的黑面面，这叫火药。大前朝的铁制大刀，在这玩意儿面前，不过是一堆破铜烂铁。这东西真能挡住黄胡子海贼团的大刀吗？别说是大刀，就算是3层玄铁重铠，也能瞬间击穿。大首领，这兵器没有刀刃，也没有弓弦，它到底该怎么用？黄胡子的战船已经靠岸了，兄弟们在沙滩列阵，心里都毛得慌啊！怎么用？风鹰，今天老子就教你一句话。在绝对的科技代差面前，人数和武力一文不值。拿好这个，大伯和女眷们留守基地。阿骨打乌土，带上所有架好的战士，跟我去沙滩迎客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老子还以为这岛上是什么厉害人物呢，闹了半天是一群大前朝不要的流放软蛋，
加上几百个连裤子都穿不上的野人。大哥，你看那主管里流出来的水，清亮无比，还有他们营子里那些绿油油的庄稼，这岛上绝对有大秘密。咱们只要把这外来小白脸抓起来，严刑逼供，这岛上的宝藏就全是咱们的了。黄胡子，少在这里放屁！这位是我们3大部落共同尊奉的大首领，你们要是识相的，立刻滚回海里去，否则大首领的神力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！神力？阿骨打，你是吃鸟粪吃坏了脑子吧？老子手下上千兄弟，个个都是刀口舔血的狠家伙，手里拿的都是大钱金铁刀。老子数到3，那个叫刘景的小白脸给老子自己走出来，否则老子今天就把这沙滩染成红色的！哟，大钱的小白脸儿，算你识相，跪下把净水之法和粮食交出来，老子可以考虑留你一条全尸，让你少受点罪。黄胡子是吧？东海霸主，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。死到临头，你哪来那么多废话？想问什么赶快问，老子的刀可不长眼。我想问的是，现在如果有一样东西，快到肉眼看不见，快到能瞬间跨越30步的距离，你挡得住吗？狂妄！大钱第一刀客也不敢说能在30步外瞬间秒了我大哥，你小子这是吓傻了吧？老子看你是诚心找死！二当家，上去把他给我废了！小白脸儿，看老子今天挑断你的手脚筋！大首领小心！大人，时代变了。老二，这是什么妖法？你用了什么暗器？暗器？黄胡子，今天我就给你上一课。我手上这个东西叫手枪，30步内，它比大钱第一刀客的刀还要快上100倍。现在，轮到你了。你别乱来！我手下有上千号兄弟，你就算能杀一个，你能把我们全杀光吗？兄弟们，给我一起上，杀了他者赏金万两！全杀了！黄胡子，你回头看看你的战船。难道他真的是神明吗？快逃吧！别开火！别开火！我投降！黄胡子海盗团全员投降！投降，很好。黄胡子送来的这10几艘大钱战船，正好补齐了我没有远航能力的短板。阿骨达、乌图，把这些海盗全部缴械，战船全部没收。从今天起，这些战船就是我们钢铁舰队的雏形。跟着我刘景混，保证你们3天吃9顿。大首领，您吩咐的第3批石灰粘土混合粉已经全部在窑里煅烧完毕，兄弟们正按照您的比例往里面加水和碎石子呢。黄胡子，干得不错，这几个月你和你手下的兄弟没喊过一声苦，算个爷们儿。大首领，您这就折善我了。以前我们在海上拼命，抢来的银子连顿安稳饭都吃不上。自从跟了您，天天白米饭管够，顿顿有海鲜鱼肉。更何况，您教我们的这些神技，可是前无古人的仙法啊！是啊，景儿，大前朝建城防用的是糯米汁混着3合土，费时费力不说，还容易开裂。你这个叫什么水泥的东西，简直铸成的神物啊！
水泥只是基础，单纯的水泥虽然抗压，但抗拉伸的能力极差，所以我又让兄弟们把锻造好的钢筋加进了水泥里，这个就叫钢筋混凝土。用这种技术建起来的城墙和堡垒，别说是大前朝的投石车，就算是天雷劈下来，也休想伤到分毫。钢筋混凝土，大首领，有这种神物，在咱们这座城一旦建好，防御力绝对是天下第一呀！到时候那大前皇宫，在咱们眼里也就是个灯笼。防御可从来不是我的最终目的。黄胡子，跟我去一趟海边码头，看看咱们的铁甲兽打造的怎么样了。报告大首领，第一艘装甲实验舰破浪号已完成全面改装，请您指示。好，装甲铺设的很完美，有这层钢板在，大潜水时那些破木头船撞过来，只会把自己撞得粉碎。大首领，这铁管子比您当初在沙滩上用的手枪大的太多了，这玩意儿的威力得老大了吧？这叫后膛炮。大前朝的神机营还在用从前面塞火药的前膛炮，打得不准不说，装填还慢得要死。咱们这个能直接从后面装炮弹，速度那叫一个快，兄弟们也能省点力气。咱们这个射程能达到惊人的10里之外，而且精准度极高。大潜水师的战船在他面前，不过是海面上的移动火把子。景帝，你设计的那个蒸汽机真的成功了！好，钢铁装甲、现眼火炮加上蒸汽动力，划时代的铁甲舰终于在今天诞生了！万事俱备，现在就等那个不知死活的朝廷把脖子伸过来了。荒唐！赵雄，你身为东海水师提督，手握300艘战船、5万精锐水军，你竟然还跑过来上奏，说东海出现了一座冒着滚滚黑烟的妖岛。哼，这点小事你竟然敢来惊动朕，区区一个岛你都不能摆平，朝廷养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？皇上息怒，微臣所言句句属实啊！那座岛正是几个月前发配刘氏一族的荒岛。微臣的部下拼死逃回来禀报，说那岛上平地拔起了无数灰白色的坚硬堡垒，海湾里还停泊着不用风帆就能在水面飞驰的钢铁怪兽。我说提督大人，您这谎撒的也太没边界了。那刘氏一族50多口老弱病残，发配过去早就饿死渴死了，还什么灰白色的堡垒、钢铁怪物？依咱家看，分明是你剿匪不力，故意编造神怪之说来掩人耳目。高公公说的有理，刘氏一族绝无此等通天本领。不过东海乃朕之疆域，容不得半点装神弄鬼的叛逆。无论岛上是海盗还是什么妖魔鬼怪，哪怕是刘氏一族的鬼魂，也给朕轰成7粉。赵雄，朕再拨给你100艘战船，外加2万水军，去给朕荡平那座荒岛。微臣遵旨，必将妖岛踏平，扬我大前国威。大首领，东面的海平面上出现大片黑影，数量极多，连绵10几里，好像是大前朝的正规水师，他们挂着战旗，来者不善啊！阵势的确不小，看来大前皇帝挺看得起我刘景。大首领，敌人数量是我们的几10倍，咱们虽以逸待劳，还有火枪和铁甲兽，但毕竟只有300多正规军，这仗能赢吗？
阿骨打，战争从来都不是靠比拼人头数的。在工业革命的钢铁洪流面前，2万拿着长矛和大刀的古代水军，不过是2万只会移动的活靶子。传我将令，全城进入1级战备，所有火炮进入战斗状态，填装弹药。我要把他们的木头舰队全部化为飞灰，兄弟们准备迎战！提督大人，您看，那岛上竟然升起了黑烟，还传出阵阵怪响。依末将看，肯定是黄胡子海盗，或者是刘家那些流放犯，在烧树枝、虚张声势呢。哼，那个该死的逃兵竟敢蒙骗我！那里有什么铁甲怪兽？还说什么不用风帆，速度极快，简直是无稽之谈！在这东海之上，除了我赵雄水师，谁敢称雄？传本将令，全军满帆前进，弓弩手准备火箭，抛石机擦上火油。等靠近那座岛500米，就给本将放火烧岛，寸草不留。警帝，锅炉压力达到临界值，双缸整翼机全功率运转。咱们现在的速度已经突破了12节。大首领，没有风，我们竟然在逆风行驶，而且比飞鸟还要快。这铁甲兽果然厉害啊！传令全舰，无需摆出防守阵型，给我笔直地冲进他们的舰阵。今天，我要给朝廷上一课。提督大人，那是什么东西？通体漆黑，没有风帆，却冒着白烟。他在逆风朝着我们冲过来，速度太快了！工业革命，这就是科技的力量。慌什么？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。况且他只有1艘船，我们有100艘。准备投石车，给我瞄准那个铁王八，狠狠地砸！大首领说的对，这群人连射程这个最基本的概念都不懂，简直是来送死的。奉营听令，标指1500米，主炮锁定敌军旗舰，给我狠狠的打！天法，这是天法！一击，只用了1击，就把我们的战船打没了。提督大人，那是妖法，我们打不过。这怎么可能？隔着1里多地，这是什么兵器？敌军阵型已乱，锅炉加压到极限，开足马力给我撞过去！败了，我的2万精锐水军，竟然败在了1艘船的手里。刘景，你赢了，
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只求你给我个痛快，莫要折辱于我。赵雄，我不会杀你，我也不会杀你的手下。我的钢铁之城正在扩建，需要大量的人手。醉将赵雄，愿带2万残部效命大首领，见证新纪元。我刘景从不折辱穿护卫服装男性，那是野蛮才做的事。你们之所以败，不是败在勇气，而是败在了时代。时代？没错，木头与风帆的时代已经结束了，钢铁与蒸汽的纪元在今天由我正式开启。2万劳动力到手，接下来把岛上的煤炭全部开采出来，造火车，建兵工厂。大前皇帝等我的钢铁舰队扩建完毕，就是我刘景重塑江山之日。刘厂长，大首领这大半夜的把咱们叫来，对着这一堆铜线和吸铁石折腾什么呀？咱们的水泥城墙都已经建到3丈高了，难道大首领又要造什么新式火炮？不，赵将军，景帝说，火炮只能摧毁敌人的肉体，而今天晚上我们要造的东西，将彻底摧毁几千年来人类对黑夜的恐惧。赵将军，你们知道雷雨天劈碎大树的闪电是什么吗？回大首领，那是天庭的雷公电女在施展神威。错，那是电。而今天，我要把9天之上的雷电徒手抓下来，装进这个玻璃罐子里。发光了，没有油脂，没有燃烧，一块玻璃罐子竟然发出了比正午太阳还要刺眼的光。大首领，您把太阳装进去了，成了，真的成了！这难道就是你说的电灯？没错，这是直流发电机和第1盏白炽灯。赵将军，去告诉你的2万兄弟，从今往后，我们钢铁之城的夜晚再也不需要火把了。我要让这座岛成为大前版图上唯一一座不夜之城。干得漂亮，兄弟们，加把劲儿！大首领说了，今天工程进度达标，晚上食堂加餐，每人半斤红烧海鱼，大白馒头管够。将军，说句大逆不道的话，以前咱们在大前当差，吃的是掺着沙子的糙米，还要被上面克扣军饷。现在在这儿当俘虏，不仅顿顿吃肉，大首领还教我们认字，这哪里是什么的妖岛，这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啊！就算现在大前皇帝下旨让我回去，我都不走了。荒唐，荒谬至极！2万水师主力，100艘精锐战船，不到半日的时间，全军覆没，连赵雄都临阵倒戈了。皇上，刚回来的士兵说，他们根本没有靠近那座岛。海面上突然冲出来一艘不用风帆的铁甲怪船，发射了一种能开山裂石的天雷火器，我们的楼船挨着就碎，擦着就沉啊！皇上，那刘景绝对是掌握了某种灭世的妖法。朕乃天子，受命于天，这天下岂有朕灭不了的妖法？刘景这个乱臣贼子，他在岛上修筑城池，收编海盗和叛军，这是要造朕的反，要断我大前的江山社稷呀！传朕的虎符密令，立刻调集京师神骑营5万火枪军，再撤掉北方边关的铁浮屠重装骑兵10万，15万倾国之兵由高公公亲自挂帅，哪怕是填海，也要把那座岛给朕踏平！微臣遵旨，定当提刘景项上人头来见吾皇。大首领，暗哨传军绝密情报，大前皇帝彻底急眼了，抽调了铁浮屠和神机营，号称15万大军正在集结。他们征调了沿海所有的商船和渔船，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对我们进行跨海登陆战。大首领，
铁浮屠穿着重甲，刀枪不入，神机营大炮数量极多，15万人。一旦让他们登陆沙滩，单靠几百支枪，恐怕也防不住啊！刀枪不入的铁浮屠，数量极多的神机营，好，非常好。大前皇帝终于把最后的家底都亮出来了。赵兄，你以为我们这几个月只造了蒸汽火车和发电机吗？大首领，这是什么火器？为什么有6根管子？这叫加特林重机枪，神机营鸟炮1分钟最多开2枪，而这台机械怪兽1分钟可以倾泻出600发子弹。大前皇帝想玩人海战术，那我就成全他。传令兵场，依照我的图纸和样板，3班岛连夜装配，越多越好。我要那15万大前精锐，连一块砖都摸不到，全部倒在现代金属风暴的绞肉机前。大人，时代又变了。全员注意，敌军即将进入射程。这一战不仅是保卫家园，更是我们起飞的终极之战。大首领放心，我手下这2万兄弟早已准备就绪。刘景，你那妖法再强，能挡得住我这15万大军吗？就算是填海，今日也要把你这岛上的奇机迷窍全部碾碎！全军突击，先登者封万户侯。高公公来得正好，机枪组开火！这是什么？为什么他们的暗器不用停歇？这是天罚降临！快逃啊！那根本不是火枪！大家快逃啊！大首领，这一战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。高公公，回去告诉大前皇帝，只要你们依旧闭关锁国，视科技为异端，那么大前的每一个士兵，都将是你皇权虚幻的牺牲品。15万大军，竟连一座岛都没登上去。朕的铁浮屠，朕的神机营，在那个叫刘景的人面前，竟然真的如同纸糊的一般。皇上，那不是人力所能抗衡的，那是超越了时代的神器，我们根本看不清敌人，甚至连反击的机会都没有。大首领，半年前我还在为您担忧，如今再看这满城的铁轨、工厂与电灯，我才知道您说的时代真的来了。赵兄，战争不是目的，文明的演进才是。如果大乾安的皇帝能看到这些，能明白科技改变世界，也许结局会不同。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京城那边虽然大败，但依然固守，似乎并未放弃。他们不愿走出阴影，我们便带着光明过去，不必再用火炮去轰击京城。我们要做的是用我们的商品、我们的技术、我们的教育，去瓦解那些落后的陈规陋习。我们要让大前的百姓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幸福，什么是真正的文明繁荣。大首领，京城那边传来消息，不少开明的学子已经结伴东下，想来这里学习先进的知识，看看那个传说中能点亮黑夜的奥秘。欢迎，知识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，只要心中向往光明，便能照亮整个大地。听说了吗？
东方那座钢铁新城修了一条叫铁路的东西，一路铺到了咱们京城门口。说是今天有一头不用吃草，只吃煤炭的钢铁巨龙，要拉着几百万斤的货物过来。怎么没听说？咱们现在穿的这便宜又结实的布料，还有晚上点的那不用油的电灯泡，全是从东方运来的。刘大首领不仅没打咱们，还派人来教咱们种高产的良种。这哪里是反贼，这简直是活菩萨降世啊！各位乡亲，大前的乡亲们，由大首领刘景亲自设计的复兴号重型蒸汽火车，历经3年，跨越千山万水，准时抵达京城。刘景，你赢了。不是赢在兵强马壮，而是赢在了民心，赢在了你所说的那个时代。这3年，朕在深宫里听着外面的变化，东方的铁路修通了，北方的电网架起来了，朕的子民不再挨饿，不再因为一点风寒就丧命。朕这个皇帝，似乎已经成了多余的人。陛下，皇权或许会落幕，但文明不会。从今日起，大前迈入新元。刘景，这天下交给你和你的科学了。同学们，曾经我们认为天狗食月是天罚，雷霆暴雨是神怒，但现在我们知道了行星的运行轨迹，我们懂得了电磁感应的原理，科技才是人类在这个宇宙中立足的根本。我们要造出能在天上飞的机器，我们要让轮船跨越最宽阔的4大洋，我们要让疾病不再痛苦，我们要让大前的每寸土地都沐浴在工业与理性的光辉之下。从荒岛流放到工业火种燃遍天下，这一路走来，我没用过一次私刑，没凌辱过一个俘虏。因为我知道，真正的征服不是霸占，而是让落后的文明在先进的文明面前，通过理性的觉醒，实现自我的重塑。